听说长得越帅就越奇怪，男孩每次上课都会咬着一支铅笔，他想要克制自己认真听讲，但没过多久他就控制不住。这。奇怪的叫声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认为他在故意捣乱，于是把他叫上讲台大声训斥。男孩解释道，老师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让他向所有同学道歉，并保证不再发出奇怪的叫声。可当他回到座位，男孩名叫科恩，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他会不受控制地扭动脖子发出怪叫，而这种怪异的行为也遭到周围人的嘲笑。老师经常批评他，就连父亲对他也失去耐心。Stop it! 在那个医学落后的年代，没人愿意相信科恩得了怪病。这天，校长叫来他的妈妈，以扰乱课堂秩序为由劝他们退学。科恩委屈地说：“我不是故意的。”可校长根本不信。妈妈无法忍受儿子被人歧视，于是果断拉着科恩离开了这里。他带着科恩四处求医，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你，妈妈永远是你最后的港湾。可医生诊断不出他得了什么病，妈妈没有放弃。他来到图书馆，借了各种各样有关医学的书籍，终于在一本古老的书上找到了答案。这是一种名叫妥瑞氏症的怪病，患者会因为大脑发送错误信号而做出奇怪的举动。他激动地带着书找到医生，可医生却告诉他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这种病无药可治，疾病有可能会伴随科恩的一生。妈妈绝望地哭了。科恩安慰妈妈，为了让儿子适应疾病更好的生活，妈妈带他参加了一个特殊的派对。这里的人都患有妥瑞氏症，有的人缩脖子，有的人面部抽搐，有的人咳嗽怪叫。科恩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妈妈本想让他学习这些人平时是怎么生活的，然而他们却满满的负能量，不是在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就是在埋怨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甚至有病人的家属告诉妈妈，把科恩关在家里算了，不让他去上学就能少去很多麻烦。妈妈吓得带科恩迅速离开，这里根本不是患者的互助中心，更像是一个诉苦抱怨站。 I'm really so sorry that I brought you there, honey. Let's just forget this. I don't want to forget this, Mom. These people let Tourette's win. I'm never gonna do that. 很难想象一个12岁的孩子找到了真正的处世哲学。妈妈给科恩找了新的学校，然而情况同样糟糕，同学们嘲笑他，欺负他。新老师受不了，让他去校长办公室。校长问他，你觉得学校是干什么的？科恩以为校长是要训斥他，于是自责地道歉。 What's a school for? 是教育人的，对吧？运用知识消除无知。他让科恩下午去参加学校举办的音乐会。 No, sir. My tics will ruin the music. I want you to be there. 看着校长真诚的眼神，科恩不再拒绝。音乐会上，科恩频频发出怪叫，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演出结束，校长让他走上讲台。 You like making noises and upsetting people, Brad? No, sir. Then why do you do it? 科恩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患有妥瑞氏症，这是一种病，我无法控制自己怪异的行为。 Well, why can't you just get cured? There isn't any cure. What can we do to help you, Brad? I just want to be treated like everybody else. 校长用对话的方式彻底打开了科恩的心扉。当他再次不受控制发出怪叫时，周围的同学没了嘲笑，而是纷纷为他鼓掌。科恩回望着讲台上的校长，仅仅几句话，几分钟的教育，就帮他打开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他立志将来也要成为一名老师。此后，科恩开始努力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了教育学学位。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面试，面试官的表情告诉他又失败了。虽然自己的简历很漂亮，但是又有谁会让一个不正常的老师去教学生呢？甚至有人直接嘲笑他是残疾人。接连的碰壁让科恩开始暴躁，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通通被发泄了出来。他甚至怀疑自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就连父亲都觉得他不应该去当老师，而是应该找个不会嫌弃他怪叫的工地搬砖。科恩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自暴自弃。这时继母来家里看他，他告诉科恩，你跟普通人不一样。 You have a gift to teach, and it's not in spite of your Tourette's. It's because of it. 继母的话让科恩重新燃起斗志，先天的缺陷让他的道路比普通人更难走。他把城内所有还没面试的学校标注起来，一家挨着一家寻找面试的机会。然而随着地图上圆圈一个接一个被划掉，留给他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开学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就在科恩感觉自己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接到了一所学校的面试邀请。科恩直言不讳地告诉应聘他的校长，他患有妥瑞氏症，并且说妥瑞氏症是他最好的老师，他想让那些特殊的孩子获得学习的机会。科恩讲述着自己的教学理念，他们讨论了2个多小时，这是他觉得最棒的一次面试。他如愿成为了这所学校2年级的老师。看着手里学生们的点名册，他无比激动，就像是宣布全明星棒球比赛的首发阵容一样。他曾无数次在梦里梦见自己站上讲台，所有的老师都来帮他布置教室欢迎他。科恩在教室门口欢迎新学期的学生，学生们一边进门一边说他是怪胎，但他并不在意。他在第1节课讲述了自己的病症，你们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提问。学生们纷纷好奇地举手，会传染吗？当然不会，这是天生的。
会痛吗？有时脖子抽筋会有一点，但只要发出声音就没事了。你可以去看电影吗？当然，但会被人赶出来。科恩告诉孩子们，所有正常人能做的事他都能做，但除了有一件事老师永远做不到，是什么？快告诉我们吧。Mr. Cohen can never play hide and go seek. 他的幽默让孩子们开怀大笑，他们迅速打成一片。其他老师告诉科恩，如果班上有管不住的调皮学生，可以直接让他们退学回家。这让科恩想起自己曾经的经历，他不愿放弃每一个孩子。孩子们都很喜欢他的课，可当有些家长知道科恩的病情后，还是强行给孩子转了班。可女孩很喜欢科恩，即使转了班，也会在门外偷偷看着。科恩注意到班上有个小女孩最近头发越来越少，女孩的妈妈告诉科恩，孩子得了白血病，因为化疗使得头发越来越少。但孩子每天最开心的就是来学校上科恩的课，他希望科恩能够保守这个秘密，他不想让其他同学知道后孤立自己的孩子。此后科恩对他更加关心了。遗憾的是，不久小女孩因为病情恶化离开了这个世界。追悼会这天，科恩受邀来到教堂，可等到仪式开始，他迟迟不愿进去。他担心自己的怪叫会打破葬礼的肃穆，泪水充斥着眼底。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女孩的妈妈叫住了他。You made such a huge difference in Heather's life. You were her favorite teacher. Please don't leave without saying goodbye to her. 科恩带着怪叫进入了教堂，但是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嫌弃他，因为大家知道是这个怪异的老师陪伴小女孩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温暖了她最后的时光。科恩在学校依旧是那个被学生喜爱的怪老师，因为自己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他更能体会孩子们细腻敏感的内心。他带着学生去户外做实践，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高。他的教学风格和其他老师完全不一样，而这一切都被考核员默默看在眼里。经过综合评估，科恩被评为全州年度最优秀教师，同学和老师们都为他鼓掌。与此同时，科恩也遇到了人生的挚爱，一个跟他志同道合、优秀迷人的女孩。她是唯一一个不在乎他发出怪叫的同龄异性。在颁奖典礼上，科恩依旧时不时的在台上怪叫。他说妥瑞氏正是他最好的老师。就在他要分享妥瑞氏正让他学会什么的时候，台下的学生纷纷举起手替他回答。 Yes, Galen. You learn to keep going. Eli? You learn not to let it stop you. Yes, Thomas. You learn not to let it win. 稚嫩的声音说着最真实的话。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布拉德·科恩的真实故事。每一个被挫折打败、想要放弃的人都应该看看它，不要让自己的缺点或者困难作为你退缩和放弃的借口。